那个男人死在一间反锁的房里，门窗全锁，监控也没拍到有人进出。可最奇怪的是，他不是单纯死在里面，他像是在一间干燥的房间里活活溺死。第二案，溺尸溺亡，别相信反锁。清晨的冷最讨厌，不是干脆的冷，是粘在皮肤上甩不掉的那种。电话把我吵醒，来电显示是警方打来的。我第一个念头是挂掉，第二个念头是肚子有点饿，第三个念头才是又要出门了，真麻烦。电话那头是队长的声音：雨洁小姐，我们这边有个案子，密室，人死在里面，门窗都从内反锁，监控也没拍到可疑的人靠近，我们需要您的协助。我把外套披上，把头发随便扎起来，嘴里塞了一颗糖，不是为了耍帅，是为了不让自己在车上一路臭脸。地址在城北一间老旅馆，招牌霓虹灯坏了一半，走廊灯忽明忽暗，像随时会断电。但警方的人很多，站得整齐，脸色却很难看。不是因为什么怪力乱神，是因为太干净，干净到不像有人能下手。死者的房间在4楼，门牌是404。破门前我们做了全程录像，走廊监控整晚正常，没有陌生人靠近，备用钥匙也打不开，因为内侧反锁，最后才破门。我没有马上进门，先站在走廊看那扇门。密室这种东西，最常被人骗的不是锁，是流程。只要流程不干净，后面再怎么推理都会变成补洞。我问队长，破门前门口有人一直守着吗？有没有谁靠近门缝，蹲下，或者把手电照到门下？有的，2个队员守门口，清洁阿姨敲门时我们也在，没人蹲下看门缝，也没人碰锁。我点头。这句没人蹲下看门缝很重要，因为凶手做密室通常都靠你们不做这个动作。我拿手电照门缝底部，地毯边缘松，门缝又低，光一打，里面黑得像吞掉手电。你们当时只要站着看，会觉得密室很合理，但只要趴下去看，就会开始不合理。我抬头补一句，等一下进去后，你们把破门录像也调出来。我要看的是你们破门那一秒，门内旋钮有没有因为外力回弹一下，那是线拉过的痕迹。先带我看现场，别急着跟我讲你们猜了什么，你们越急越容易把路走死。门一开，朝卫先冲出来，像有人把湿棉被关在里面闷了一晚。不是血腥，也不是腐臭，是湿冷，黏黏的。死者躺在床边，叫周启林，33岁，外地来的。昨晚11点入住，清晨被发现时已经没有呼吸，眼睛半睁，嘴角有一点白沫。衣服湿，头发湿，枕头也湿。但浴室干燥，水龙头没有滴水，地板没有积水，只有地毯深色的湿痕，像水曾经在这里停过，又被吸走了。一旁的医官疑惑地问：像溺水，但这里哪里能溺水？我没回他，只是看向门。老式门锁，内侧旋钮反锁在最底，门缝塞得很紧，锁的表面很干净，干净到不像旅馆会有的油光。我看向那名第一个进来的队员问：你进来有没有摸门锁旋钮？没有，我只确认门窗状态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点头。我不喜欢别人把现场摸成自己的指纹收藏。我往窗户走，窗外有铁栏，窗扣在内侧，窗框边缘贴着旧胶带，防风防虫，也防你抱怨。胶带大多老化，但有一小段新得发亮，粘性还在，像最近才补过。我伸手摸那段胶带，指尖粘到一点细粉，不是灰尘，像刚撕过的胶面碎屑。窗也没被打开。我回应，我没说他从窗进来，我只说有人动过窗。动窗不一定是出入，也可能是为了遮风，为了遮声，或为了遮住你该看到的东西。我抬头看空调，老式壁挂机，出风口正对床。空调底下墙面有一条很细的水痕，从机壳一路往下，不该那么直，也不该那么固定，
像有人故意让它滴在同一个位置，滴到形成线。我蹲下去摸地毯湿掉的痕迹，不是单一点，是片状，靠近床沿最深，靠近门口反而较淡，像湿气在床附近生成，再慢慢往外扩散。不是从浴室溢出来的，更像从空调附近来。我站起来问队长：先别讲推理，先把时间轴补满。昨晚谁最后一次跟死者有互动？前台小姐跟清洁阿姨都在外面等。叫进来，现在就问。时间越久越会忘。前台小姐说，她11点多入住，一个人，拿着背包，还买了2瓶水，说在等人。我问等谁，她说女朋友。她有没有要求你帮她做什么？叫你特别注意，或特别不要打扰？有。她问空调能不能定时，还问说走廊灯是不是一直闪。我说老旅馆嘛，一直都这样。她问空调定时，代表她在意半夜的状态。那她凌晨2点打给你时，你听到什么？她一直咳，声音很急，说喉咙像有水，叫我上去看看。我怕麻烦，就叫她先休息。你怕麻烦，所以她死了。前台小姐低着头，内疚，没有说话。算了，你也只是做你会做的事。我看向一旁清洁阿姨问，你敲门前有没有闻到什么？有，门缝有一股甜甜的味道，像喉糖，还有湿气。我一开始以为有人洗澡没关门。甜味，湿气，记下来，这不是情绪，是线索。然后我回头看队长说，把那通凌晨2点的录音再放一次。录音播放。我喘不过气，我一直在咳，我喉咙像有水，你们能不能上来，快点。他不是立刻死，他是先被状态困住，才一路滑下去。我先问最土的问题，他入住时带了什么？一个背包，2瓶水。他说要等人来。等谁？女朋友，网上认识的，第一次见面。多半被放鸟了吧？我没接队员这句，只问那2瓶水呢？在垃圾桶。垃圾桶里2个塑料瓶，瓶身被捏扁，像喝得很急。更奇怪的是，瓶盖不见了，2瓶都没有盖子。瓶盖可能被丢了。我摇头。一般人丢瓶子不会特地把瓶盖分开丢，除非瓶盖有东西，或瓶盖本身就是道具。我戴手套拿起瓶身，瓶口内侧有一圈不自然的粘，像沾过糖浆，又像沾过药粉溶液干掉的残膜。医官在一旁好奇问，你觉得有人下药？我觉得有人在让他更容易缺氧，更容易恐慌，更容易把普通的咳呛变成致命。我靠近床边看周启林的指甲，指缝里有一点点透明纤维，像细线，也像塑料束带刮下来的毛边。我抬头看门缝底部，门缝很低，但不是完全密合，地毯被踩得松，底下的门缝可以塞进很细的东西。你怀疑有人用线做反锁？我回应队长，先别急着怀疑，先验证。密室最常见的错误是，大家只盯着门，以为门锁住就等于没人能做手脚。但密室从来不是靠门，密室靠的是你只看门。我走到床头柜，床头柜上有遥控器。旅馆那种老空调其实也能定时。遥控器背面贴着一张贴纸，黄色圆脸的布丁狗。我停了1秒。队长好奇地问，是不是找到什么关键线索？我盯着那张贴纸，眼睛不受控制地亮了一下，然后才慢慢抬头，很平静地说，这贴纸是正版的，而且不便宜。什么？我把遥控器拿起来，贴纸边缘贴得很整齐，不是旅馆员工随便贴的，而且贴纸角落有一道很细的刮痕，像被人抠过又压回去。所以你的发现是，你喜欢这个？我面无表情说，不行吗？我觉得它很可爱。一旁众人纷纷傻眼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
我接着说，另外，它可能也有用。有用在哪？我用手电照遥控器的电池盖，电池盖有被拆过的痕迹，指甲印很新，而且贴纸刚好压住电池盖的一侧，像是用来遮挡拆开痕迹，让你不注意。我把电池盖划开，里面除了电池，还塞着一小片塑料片，薄得像信用卡剪下来的一角。塑料片上粘着一点透明胶，像双面胶残留。我把塑料片放到证物袋，看向队长。你们说门是内反锁，我先不跟你们争。我只问，破门前你们有没有试着从门缝底下看里面？没有，只确认走廊监控。我点头，这就对了。因为凶手要的就是你们只看监控。监控没拍到人，你们就开始相信密室真的是密室。我蹲到门缝旁，用薄塑料片从门缝底下滑进去，沿着门内侧地毯慢慢探，探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像线头卡在门内侧某个角度。我抬头对剑石说，把门锁内侧旋钮的底座拆开，别破坏旋钮，只拆底座。剑石照做，底座一拆，里面露出一个很细的透明尼龙线残段，线的末端被打结，结很小，像钓鱼线那种结法。真的有线？这就是密室，它不需要人在里面反锁，它只要把线固定在旋钮底座，让线从门缝穿出去。人关门时，凶手在外面拉一下，旋钮转到反锁，线再抽回，就完成内反锁的假象。那门缝那么低，线怎么抽回不被看到？我看他一眼，你们不信很正常，因为这种东西不做给你看，你脑子会一直觉得像魔术。我转向队长，找一间空房，门锁同款的，把透明线拿来，现在做一次，不用等回去写报告，你们现场看完就会记住。隔壁有空房是同款。我们到空房门口，我把线穿过门缝，让队员站在门内拿着线头，我在门外握住另一端。我说，现在你在里面把门关上，但不要反锁，只要关门。队员随后听话的关门。我把线轻轻一拉，门内旋钮咔一声，自己转到底。从外面看，就是标准的内反锁。靠，真的会动。我淡淡回，你看，没有什么神秘，只有一个人利用你们的常识。我再补一刀，而且他还能把线抽回。你们站着看不到门缝的动作，灯又闪，地毯又松，你们脑子会自动把那几秒当成没事。这就是密室最狠的地方，它靠的是你们的懒。我转头补一句，而且他还赌一件事，赌你们觉得反锁就是铁证。你们越相信他，越不会去拆它。我看向队长说，把走廊监控带我看一遍，但不要用找人的眼睛看，用找死角的眼睛看。监控在外面，请。我们站在屏幕前，监控角度固定，楼梯转角刚好有一段看不到，而走廊灯闪烁时，画面会有一瞬间过曝，在一瞬间变暗。我指着那段，你们看，这不是杂讯，这是凶手最爱的时间窗。他只要贴墙走，低头，快步，整个人会被黑暗吃掉。不是神秘，是你们设备老。所以他进过走廊，只是我们没抓到。我点头，密室不是魔术，是管理你的注意力。那灭水敢怎么做？总不能靠心理。我说，不需要你相信什么，也不需要你脑补。他只要做出2个条件，一个是湿，一个是缺氧。我指着空调，空调排水一定被动过。把外壳拆开。外壳一拆，排水管被改接进一个小塑料盒，盒子里塞海绵。海绵湿得发亮，上面带一点甜味香精，像喉糖溶液。我说，空调一开，风带出湿冷，枕头会被吹湿。人半夜醒来摸到湿，第一反应是漏水，第二反应是慌。再加上他本来就咳呛，恐慌会让他呼吸更乱。而且这个海绵盒不是让你觉得湿而已，它会让房间湿得很慢，很持续，慢到你不会立刻叫人修。
持续到你醒来时，枕头刚好是湿的。这叫设计，不叫巧合。弹壳枪不一定会死。我把2个水瓶指给他，所以凶手给他一个更蠢但更常见的自救方式：喝水压下喉咙不适，越喝越急，越急越呛，水进气道。再加上可能有轻微镇静或抗组胺类，让反射变慢，人就更容易呛进去。你看到的白沫，就是肺泡和液体混在一起的结果。下药在哪？瓶盖不见了。瓶盖可以是量杯，也可以是荣耀的小容器。用完带走，不留在房间。再来，你们去查他背包。他带着背包入住，背包现在在哪？在证物箱，我去拿。背包拉开，里面很干净，干净的像整理过。单侧袋里有1包喉糖，包装上有同样的甜味，还有1板过敏药，少了2颗。我抬头，过敏药不稀奇。稀奇的是，他第一次见网友，为什么特地带这个？除非有人提醒他，你会咳，你会不舒服，你要准备。或除非这本来就不是他的包。你是说有人动过他的行李？我点头，凶手不一定要下猛药，他只要让你反射变慢就够了。呛到时你不会立刻咳出来，水就更容易进去。再加上恐慌，缺氧会来得更快。嫌疑人其实很快就浮出来，因为旅馆太老，外人不容易自由进出设备。能动空调排水的只有旅馆老板以及老板固定叫的外包水电。外包水电叫何志伟。何志伟同时也是周启林网上那个女朋友账号的操作者。你们查一下就知道，那个账号常用的登录 IP 就在旅馆附近。消息发送时间也很规律，像上班打卡。动机也不复杂，周启林最近炫耀投资赚钱，说要把保险受益人改给未婚妻，还把旅馆房号地址传出去。他以为自己在谈恋爱，其实是在把自己的死写成说明书。何志伟要的不是把他捅死，那太麻烦，也太容易留下搏斗。他要周启林自己倒下，像突发，像呛到，像心律失常。警方很难第一时间把他当成他杀。只要不被当成他杀，理赔就可能走下去，他就能去碰那笔钱。我看向队长说，抓他之前再补最后一个钉子。他需要尼龙线，他需要双面胶，他需要小塑料片，他需要海绵盒。这些东西不会凭空消失。去查旅馆的工具间，查外包水电的工具包。我马上派人去。队长，工具间有一卷透明尼龙线，跟门锁里那段很像，还有双面胶，还有剪碎的塑料片。另外，我在垃圾袋里找到2个瓶盖，上面有白色粉末残留。我看着那2个瓶盖，没有立刻笑，因为这不是找到就好，而是他怎么把它带走，又怎么放回。我问队长，旅馆垃圾是谁最后收？清洁阿姨收完会放哪？谁有权限碰？清洁先放工具间旁边的垃圾桶，老板或外包水电会顺手拿去倒。我点头，那就合理。他做完事后不会笨到把瓶盖留在404，他会先带走，避免你们第一时间验到粉末。等你们破门，现场混乱，大家注意力都在反锁上时，他再用倒垃圾的名义把瓶盖丢回垃圾袋深处。这样你们回头翻垃圾时，会觉得是原本就在那里。其实不是。我再补一句，透明线也是。他拉完线，不会傻到把线头留在走廊。他会把线收回工具包，顺手剪掉有结的那一段，把最像证据的部分丢掉或藏起来。但他忽略一件事，你们只要拆底座，就一定会留下残段。残段不是失误，是物理。确认完所有线索，队长派队员带来何志伟。我看向何志伟，你以为你是在做密室，其实你是在做流程诈骗。你赌我们不拆，你就赢；我们一拆，你就输。我只是水电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改排水是旅馆要求，
反锁线是你们破门时拉出的杂线。我没跟他吵，我只把证物袋推到他面前，尼龙线结、遥控器里的塑料片、海绵盒、2个没有瓶盖的水瓶，还有一张他账号登录记录，再加上工具间那卷线，那2个带粉末的瓶盖。我说，你要的不是密室，你要的是我们懒。只要我们懒得拆门锁底座，只要我们懒得拆空调外壳，你就可以把这案子变成意外。何志伟索性也不装了，不甘心地说：你怎么会想到拆那么细？我看着他，因为我懒，我懒得被你拖着走，所以我会直接拆最关键那一根线。队长在旁边很安静，他看我的眼神还是那种恭敬，但更像是终于能喘一口气。结案后，我回到404，最后扫一眼现场。队员忙着收器材，医官忙着整理简体，大家都很累，没人注意我。我走到床头柜，把那张布丁狗贴纸摸了一下，又看了看。我刚刚拆电池盖时，它边角已经翘起来，丢着也只会被清洁阿姨撕掉。我把贴纸小心抠下来，折成小小一张，塞进口袋。队长刚好回头看到我动作，愣了一下，像以为我又找到什么证据。你又找到什么了吗？我面无表情说，不是证据，是我喜欢。队长沉默2秒，最后像认输一样点点头，什么都没问。我走出旅馆时风更冷，但口袋里那张小小的布丁狗贴纸让我心情好了一点。第2案结束了，没有鬼，只有人，而且人永远比鬼更会算计。我把伞撑开，走出旅馆。